中国至德国自驾游从土耳其入境格鲁吉亚过关的时候，我们被迫分开了。他们说人和车要走不同的通道。然而那天下雨，我透过窗户盯着他的车，生怕走散。我看到很多人大包小包从土耳其进货拿到格鲁吉亚卖，因为格鲁吉亚除了产红酒、本土食物，还有一些金属材料以外，基本上全靠进口。入关的大货车已经排到了几公里外，快到关口的时候，有个本地人让我帮他带几条烟，说给我现金，说每个人有一定的免税额度，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就拒绝了。然后他转身问我叫什么名字，用中文跟我说你不好。我觉得特别幼稚，这让我想起来小学上学的时候，班上几个校霸经常说你是哪个班的，放学校门口给我等着。我顺利过关后摆脱了几个小混混，然后 V 总被卡在了土耳其海关，他们说要收过关费，而且只收现金。他下车去 ATM 取了钱，结果海关还想不找零，以为能混过去。终于出了土耳其的海关，即将到达格鲁吉亚的时候又被拦住了。他们检查了好多遍身份证和车子的手续，就在快要放行的时候，又说咱们的车子不合法，问他为什么乱涂乱画的，说还要禀报上级看要不要擦掉。正在我们等待的时候，V 总发消息跟我说格鲁吉亚人真的不懂浪漫。有一个海关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写格鲁吉亚，为什么画个问号？ Why there's no Georgia? I told them if you let me through I will write Georgia. I'm not in Georgia yet. 就让来来回回的拷问历时2个小时，终于放他出来了。终于出来了。入境后到达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巴统。这个城市像迪拜一样富丽堂皇，有很多土耳其和中国投资，但本地人却不知道怎么消化这笔投资。摩天大楼却没有停车场，我们只能不停地在街上绕圈圈，等别人腾出位置来。第二天我们到了第比利斯，一路上有一些和我们打招呼还有拍照的人，这也是我们不想擦掉涂鸦的原因，真的太拉风了。我们住在老城区，对面就是第比利斯小火车，没有相机是拍不出那种拉拉烂的感觉的，感觉每去一个国家都要去什么教堂啊或者清真寺看一看，但也就是凑个热闹。比起景点，我更喜欢市井风情。老城区很有氛围，周围有一些卖水果和手工的小摊儿，还有小时候那种什么都卖的杂货店。我买了一个手工刺绣项链，还好车内空间够大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格鲁吉亚特产美食是啥呢？新卡利，就是那种长得像小笼包一样的东西，皮比较硬，但是是当地人的骄傲，就连世界名画星空都被他们改成了小笼包版本的。吃了几天实在扛不住了，晚上去吃了中餐。V 总说你们中国人怎么去哪都离不开中餐，那真的不能怪我们，美食多样性这块真的没有对手。所以格鲁吉亚人不懂浪漫，我们不懂硬皮小笼包。